原来护山竟有通往九幽炼狱的入口。幽烟来到护国，是想释放魔将，好助他东山再起，统治修真界。你瞒我瞒得这么紧，说是一直没有恢复记忆，岂不是误了大事？我在来到人间之前，曾设法在代代相传的君王冠冕上动了些手脚。冠礼一过，我的神魂便会完整，便能承载前世的记忆。你倒是安排得好，所以你特地来此，是想彻底湮灭了幽烟。可你为何也要打开九幽炼狱？幽烟很难彻底消灭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只能打开九幽炼狱，将其封印进去，让它再无重返三界的可能。我明白了，你想将计就计。这护国不过是人间一个小国，这里的山脉缘何这般有能耐？护国在千百年前，又被称为凤山。这里是凤山一族的发源地。凤山的仙人在镇压了幽烟之后，便将能够开山的钥匙融入了护国帝王的血骨之中。你如今不过是肉体凡胎，怎么跟幽烟斗？那都是后话。既然幽烟想要助南燕侯成事，那我们便可以通过南燕侯将幽烟引出来。我已经派陈汤和念九去查了，南燕侯的地牢里有许多童男童女的尸骨，而四贤贵人之死亦是幽烟所为。南燕侯为了做皇帝，制造了运河大乱，制造了旱灾，他还滥杀无辜，如今一无所获，还死了女儿，被你停职赋闲在家，估计马上就要憋不住了。再给他一个缺口，他的野心便会倾泻而出。这个缺口，我来帮你打开。不了，我们的婚礼用在这儿，太浪费了。不管是拜山，还是引幽烟前来，都需要成绩。况且，我体内的魔气，不知会发展到何种地步。若魔丹真的失控，我便只能与他同归于尽了。此事若让司马教知道，必定会扰乱他消灭幽烟的计划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等这一刻真的等太久了，我不想等了。这一次，我们真正的结为夫妻吧。好。对不起，刚说了彼此要单争，我便要食言了。但至少，我还能多为你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。朝廷将开放粮仓，救济各地方平民，各地方郡亦需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，以防其他灾害席卷。郡国被灾甚者，勿出今年租税。陛下圣明。令册封晏夫人廖氏为皇后，钦此。立一个罪女为后啊！陛下。三思啊！司贤贵人之死，晏夫人嫌疑还没完全洗脱，怎能立她为后？是啊，陛下，陛下三思啊！司贤贵人之死的真凶，古已查清，并不是晏夫人。待拜山礼后，孤会给诸位一个真相。该用晚膳了。陛下不去司贤贵人那儿了？不去。南燕侯逼迫孤修运河，司贤贵人那边就当做孤的回礼了。若南燕侯真的与幽烟有勾结，修运河的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南燕侯这又是谋划什么了？运河一事，修
则劳民伤财；不修，则交通受阻。南燕侯给姑施压，就是想用这两难之境，让姑下不来台。这事听起来确实很难有两全之法。不过陛下看起来气定神闲的模样，想必已经心中有数了吧？运河一事，姑已命人因地制宜，合理规划，可减去30%的修造成本。至于征派丁将，则标善价，逼征愿者。修造这运河，虽需多花些时日，可功在千秋。修筑运河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，陛下就按照您的规划去做吧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。陛下可是真龙天子，定有天助。你这妖女，倒是擅长甜言蜜语，迷惑姑心。都说了，臣妾是仙女，就算陛下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本仙女也会为陛下摘来。姑不想要天上的星星，只求一个清明安稳的朝堂，便心满意足。若是可以，姑更愿意做一个平常百姓，享受这俗世烟火，快活自在。来，道姐。啊，香。只不过，姑从生来就知道，自己对护国肩负重任，只愿能守住这江山社稷。那臣妾便负责让陛下自在如意。如此人间烟火，江山社稷，陛下便可兼得。太宰如此的没有远见吗？修建运河不仅可以将蓝河分流，避免每一年都会发生的洪灾，而且还能够打通南北水路，繁荣沿岸郡县，甚至可以造福后世子孙。后世？侯爷是不是先看看当下？先皇辞世，燕州大旱，多少百姓颗粒无收，家破人亡，甚至出现一子而食的现象。如今又要修运河，如此浩大之工程，不知要征多少义父？那又如何？做出点牺牲，换得万世之功，孰轻孰重啊？侯爷，此言差矣。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若行此劳民伤财之事，必会天怒人怨。届时君逼民反，何来万世啊！行了，太宰，我看你已经是老了，就连是非曲直都搞不清楚了吗？我看你还是早点告老还乡吧。陛下，运河之事已经争论多日，还请陛下明示。方才听皇叔所言，皇叔可真是忧国忧民，用心良苦啊。为陛下分忧，为百姓操劳，是臣的职责。为此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皇叔勤政至此，真是令姑无地自容。不然，干脆皇叔来做姑的王位好了。陛下已是一国之君，怎可到现在还是满口的儿戏之言？哎，还未行拜山大礼，谈何一国之君啊？请陛下慎言。皇叔何须如此认真呢？好了，既然南燕侯说要修，那便修吧。
陛下。丑时来湖边相见，念酒。念九怎么会自条传信于我？一言假。先去诈骗集团学习几日再来吧。下次有事先传信于我，不要贸然来房里。我曾让念九查到油盐踪迹后先传信于我，难道他这是找到了？萧庭燕这个妖女，妩媚迷惑陛下，竟然还施展妖术，欺骗天下人！什么东西？丑时独自来紫泉宫湖边相见，否则灭尔全族。岂有此理！去把我的披风和照妖镜拿来。贵人，你不能去啊！我有照妖镜，我怕什么？我便是要让陛下和太后都看清这个妖女的真面目。你若是我一个时辰后还未回宫，你就赶紧带人去找我，明白吗？是。怎么睡着了？念九人呢？在那儿。血，好多血。陛下，回陛下，在燕夫人的宫中发现了思贤贵人的尸体，她浑身上下的血被抽干，血肉也像是被野兽吃干净的。还能查出死亡时间吗？大概是昨夜丑时，这也与贵人宫里的宫女和侍卫的口供吻合。陛下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，燕夫人。陈汤，这2封信的笔迹你都对过，难道你看不出这是蓄意嫁祸吗？陛下，若是蓄意嫁祸，那燕夫人衣衫上的血迹又从何而来？这应该是你去查验之事。陛下，为尽快查明真相，微臣恳请陛下将疑犯燕夫人关押候审。陈汤，孤看你这廷尉是当你了吧？臣再执一日，便尽忠职守一日。陛下，为还臣妾清白，请陛下恩准陈大人所请，将臣妾关押候审。不行，孤不会将你下狱。臣妾心意已决，请陈大人带路吧。
你的灵符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记忆啊？难不成真的像司马江说的那样，你就是廖廷琰，你只是丢失了这段记忆？这就是我现在困惑的东西。如果我在灵府看到的是真的，那说明我姑姑的记忆是假的。况且，如果司马娇心里有鬼，他也不会执意带我去搜姑姑的魂。所以，你怀疑你爹一直在骗你？我不想这样想，但种种迹象就是指明了这一点。可是我爹曾经以命救我，这是真实发生过的。而且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，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会骗我。那你能不能试着再进灵府，弄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尝试过，但我修为太低了，进不去。那接下来，你打算如何？我打算弄清楚真相。那是我。哎，红罗。多谢恩公为我祭魂脱生。近距离瞧瞧，果然是个粉雕玉琢的俊朗郎君。红罗，你怎么刚回来就油腔滑调的？这才是红罗姑娘的风范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那自然是庆祝我们红罗姑娘重新归来。收收你那些花言巧语。哼，没想到我们换个地方聚齐了。那正好，晚上我们3人照场小聚。那照旧，唱歌投壶。那得不醉不归啊。红罗这么小呢，能喝什么酒？也是，喝茶。我能喝酒。来。啊，原来这里是情敌相争呀！什么？一个是曾与你海誓山盟的仙门师祖，一个是和你青梅竹马18年的生死搭档。唉，难选呐。那这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是烟消云散了，还是从未有过呢？你看阿叶的心里，可有半分跟他的记忆？确实。来，不聊这些了，我们今天以茶代酒，庆祝红罗重归。来。按师祖吩咐，弟子做了些能帮庭砚师姐恢复修为的丹药。还是太苦。师祖，良药向来苦口，师姐定是明白的。重做。可是师祖，重做的话又得重新取血，您的血如此宝贵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弟子定倾尽全力。城主，弟兄们将整个城都搜遍了，完全不见石千缕的踪影。那就去其他城搜，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挖出来。是。红罗归来，一切无恙。如灵，等我回去看望你。走，转战下一城。
来多吃点儿，补补。这味道，在鹤仙城可没有吃过。若再配上胭脂台的自酿酒，便堪称完美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喝什么酒？不过司马郊这里的东西，确实都挺对我的口味。嚯，你穿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司马郊呢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打扮起来也不比他差。我是不是越描越黑了？无妨，我知道你是想夸我，你这嘴。阿燕，阿燕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待会儿给你做。一大桌子呢。你做那些鹤仙城的粗饼子，我家阿燕其实不是因为爱吃，只是为了饱腹而已。在阿燕的口味这点上，你确实输了司马郊一招。什么输不输的？红罗，你明知道风起看不惯司马郊，还一直挑事儿。哎呀，好玩嘛。阿燕，说真的，我什么都会，像酱肘子、冰糕、点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真的吗？啊，哎，你会这手艺，胭脂台做护院，太可惜了吧？我娘说过，这再好的手艺，拿来做了生意，也就变味儿了。伯母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寻常魔域人家别说吃了，恐怕见都没见过呢。是啊，你难道是什么名门望族之后？我倒希望我是名门望族之后，这样也就不用忙于生计了。也是，我若是名门之后有钱有闲的，早就去避世隐居了，哪还有那么多烦心事啊？你想去哪儿避世隐居啊？这是我和阿燕的小秘密。阿燕，你现如今还想去顾玉雾吗？总要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再说吧。吓死我了！你俩怎么来了？我出去找到我爹，弄清楚真相就回来了。你都走了，我们留着干什么？现在关键是，咱要怎么走呢？依我看，用灵术飞出去。不行，司马郊那么厉害，万一感应到我们用灵力就不好了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躲过守卫的视线？找找狗洞。本姑娘可不错啊。没想到在师祖手底下办事儿，也敢这么偷懒。天助我也！走，走。快！风起将那韩愈从司马郊身边带走了。是，我们的人一直都在关注着风起的动向，亲眼看着风起带着尸燕还有一个小童住进了真实楼。安排下去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
是。也不知道司马娇知道我们逃跑了，是伤心呢，还是生气啊？算了，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呢，还担心别人。师祖，给燕姐姐的解清丸全都炼好了，这回都是甜的了。可是如今燕姐姐走了，这些丹药该如何给她呢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谁派你来的？国师。抓他做什么？我不知情。此事风起知道吗？不知。魔域的国师，抓庭燕做什么？昨日怎么睡得如此沉？因为有人给你们施了昏厥的术法。彼岸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刚说的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留宿的那家真尸楼的老板，在你们房中的檀香动了手脚，想趁你们睡着之前对你们下手。幸好师祖及时赶到了呢。红罗跟风起呢？燕姐姐，你放心，师祖知晓你在乎他们二人，把他们二人一并救了回来。燕姐姐，你关心别人，却不关心师祖，我替师祖感到难过。我如今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也不知如何面对他。那你先别管那些，真心总是做不得伪的吧？燕姐姐，你看，这些解清丸都是师祖用他的血为你炼制而成的，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你的修为，强健体魄。司马教应当知道，
我若提升了修为，便能进入灵府知悉当年真相。他竟不怕我知晓吗？若司马娇说的是真的，我爹说的岂不是假的？那我这10几年都是假的吗？好久没有这种度假的感觉了。我居然能出神识了，看来那个丹药果然有奇效。就知道臭美，回去就超香。怎么过不去啊？那边危险。我与比仙府还要凶险。我为你的神识设下了防护结界。哦。不过这感觉怎么似曾相识啊？自然。当时你中了魔毒，喝了我的血，又吃了血凝花，途经花神，也曾这样神游过。我之前偶然进了我的灵府，发现里面有你的血凝花。为什么？你慌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？我没有。别忘了，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见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现在正在告诉自己，稳住，不要慌。或许你能感受到，就算是你在疏远我、憎恶我的时候，也会下意识地亲近我、依赖我。因为你的灵府里还开着属于我的花。我们之前是怎么相处的？就是这样。就哪样？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什么也没想。我们已经，过了吗？什么？你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你进入过我的灵府吗？经常。怎么回事？脑子里竟然有画面了！不行，
不能乱想，他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。好了。好冷啊！今日并不冷，他为何总会感觉冷？他体内怎会有如此旺盛的寒气？这寒气又是从何而来？要不要我给你拿？不用。这朵也好看。黑城主，我上次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对吧？是啊，你说强扭的瓜不甜吗？那你还想怎样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些是我在仙府弟子的药谱里面强扭的瓜，可甜了，尝尝吧。甜，是甜，是不是？不过，我不稀罕，你能怎么样？等等，这是要送去哪里？哦，是送去师祖娘娘屋里。师祖娘娘觉得咱们古雨雾的花草与外界不同，十分好看，上面便安排我给她送过去。你就这么摘了，直接送去啊？是弟子一时大意，不经过一番处理，怎能送去？咱们待客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是谁？小心！原来是始祖娘娘的朋友。你刚才说要处理一番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枯枝野草要经过一番修理，才好作为送给始祖娘娘的礼物，这是待客的规矩。这破规矩谁定的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但向来如此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看这位弟子摘的花很是好看，我想就这么送过去，你们的师祖娘娘也会很满意的。对啊，庭宴也没有那么讲究吧？师祖娘娘不讲究，但我们的心意还是要到位才好。这仙府的规矩真是臭讲究，我一个魔域人当真是不理解。我看和之前一模一样，不就是多此一举吗？不管了，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告辞。走。睡得可好？不好，感觉好冷。昨日我离开后，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昨日没有啊，就突然觉得好冷。风起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我以前来过这里。我去找他。怎么了？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不会是想去找他打架吧？你突然遇甚的寒气，我怀疑并不是偶然。
此事透露着诡异，恐怕风起隐瞒了我们一些事情。我用真言之事探一探便知。别，你跟风起本来就有矛盾，我怕你俩再吵起来。有什么要问的，我去就可以了。你一个人去？可以的，放心。我这是又进灵府了。对啊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你是谁？咱俩是一个人。你是我曾经的记忆。可以这样理解。我跟你加起来，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修真世界后的完整记忆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？不好吗？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大家，快来呀！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司马家，这一次我不能等你回家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都记起来了。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？司马娇受伤了，我要去救他。司马娇受伤了，是你动的手。我受了这里寒气的影响，强制开启了寒玉刺客的身体本能，也是失了神智。我刺伤了他。我那般珍惜的人，你怎么能动手伤了他？事到如今，还是赶紧想想办法，从这白骨之潭出去救他吧。这白骨之潭深不见底，你清醒之前我试过游出去，却失败了。那我们两个加在一起，一定能成功的。主上，我已击杀那司马娇，凤山血脉也已准备妥当。阴阳符结界尚存，说明司马娇并没有死。哎呀，区一个司马娇都对付不了。若是本魔主在，定将重新集结魔族大军，亲自攻入庚辰仙府。主上，莫要再与他浪费时间做口舌之争。风起，动手！准备好了吗？我会让你每一分逼近死亡的感觉，都痛得很具体，好让你想起你所犯下的每一宗罪孽。放弃！放开我！
血肉培养的刺客！你给我闭嘴！风起，加快开启血祭！想夺走我的东西，我偏不让你如愿！廖群燕，记住，你是由我由赤幻化而生，今后你要为我由赤而战！